夏青意外激活横跨两界的幽蓝色双穿门，面对的是一个嘶吼狰狞、是满荒危险一击。报警遭质疑后，他铤而走险切割恐龙头颅当石头，当巨大的恐龙头砸在地板上，一场颠覆世界观的绝密事件就此拉开。喂，110嘛，我是幸福小区3栋402，我要报警，我手里长了个双穿门，快来救我，里面有恐龙。透过蓝色光门可以看到，50米外的灌木丛中，一只青黑色鳞片的食肉恐龙正盯着这边。短前肢粗壮，金色树瞳透着嗜血的凶光，血盆大张开，露出尖利獠牙。夏青踉跄后退，撞在墙上。这是哪儿？关门，快给我关上！随着夏青强烈的意念波动，手上蓝色漩涡骤然收缩。这是恐龙，还是食肉的？来源不明的黄金会被金针盯上，未知的病毒可能覆灭一个国家。这个恐龙的世界物资是无穷无尽的，我是肯定守不住的，但我的国家一定能。他手指颤抖地摸向碎屏手机，拨通110。先生，报假警最高可处10日拘留，若有心理压力，可拨打心理咨询热线。我没撒谎，请在10分钟内过来，让民警带枪来，我会制造一起特殊生物标本案，晚了就有危险。挂断电话，他冲进厨房，翻出冰箱里仅剩的一块猪脊。他屏住呼吸，一只手托起手掌打开储藏门，另一只手拿起猪脊骨扔进光幕，骨头咚地落在1米外的腐殖土上，血腥味瞬间扩散，伴随踩碎枯枝的咔嚓声。50米外的食肉恐龙嗅到血腥味，粗壮的后肢猛地一蹬，快如闪电，咻地扑向猪脊骨，头颅精准穿过光幕边界。关门！呼哧一声脆响，鲜血喷溅3米高。咚！脸盆大的恐龙头重重砸在地板砖上，神经未死的肌肉还在微微抽搐。夏青瘫坐在地，大口喘气，脸上溅满血。成了，这下不信也得信。10分钟后，警笛声由远及近，呜啊呜啊的尖锐声响刺破小区宁静。老民警张建国和年轻民警小刘提着警棍跑来，刚到402门口，浓烈的血腥味直冲鼻腔。张建国脸色一变，按住腰间配枪，挡在小刘身前。里面的人听着，开门接受检查，不许动。夏青扶着墙站起来，眼神平静地拉开门。警察叔叔，我没杀人，你们看客厅。小刘顺着他的手指看去，瞳孔骤缩，手中的执法记录仪啪嗒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碎裂声。小刘声音颤抖，指着恐龙头：张队，这是霸王龙。张建国拿起对讲机嘶吼：指挥中心，请求特警支援，重复，请求特警支援，幸福小区3栋402发现活体，不发现真的恐龙头。半小时后，咚咚咚的脚步声密集响起，10几名特警持防暴盾涌入，黑洞洞的枪口对准夏青。刑侦队长陈刚穿着便衣冲进来，看到恐龙头的瞬间，下意识摸向腰间配枪。陈刚怒视夏青，语气冰冷：老实交代，这东西是走私的还是非法基因实验产物？谁指示你的？陈队长，让法医检查就知道，这不是地球生物。法医老李提着勘察箱冲过来，戴上手套蹲下身，先用镊子触碰鳞片，滋啦一声，镊子划过鳞片发出金属摩擦声，这硬度不对劲。他拿出手术刀，切开断起的虚肉，噗的一声，温热的血液溢出，老李突然跌坐在地，手术刀当啷落地，老李颤抖着指向恐龙头：细胞活性太恐怖了，砍下来20分钟，神经还在跳，骨骼密度是钢铁的3倍，皮肤韧性能挡子弹，这根本不是地球生物该有的构造。陈刚脸色煞白，掏出红色加密手机，手指颤抖的拨号：局长，请求联系国安部和军区，我们发现了侏罗纪公园。1小时后，嗡嗡，一架武装直升机低空跃，螺旋桨举起狂风，将小区树木吹得东倒西歪。10几辆黑色美式越野车开进小区，头发花白、肩扛3颗金星的李振华将军走下直升机，身后跟着一排荷枪实弹的特种兵，气场威严。李将军走进402室，目光掠过恐龙头，随即紧紧握住夏青的手。夏青同志，国家派我来接你了，你选择相信国家，国家绝不会让你失望。夏青点头，在众人注视下，抬手对准茶几上方，系统开启位面门。幽蓝色光幕再次展开，这一次视野更广阔，一轮巨大的太阳将云层染成了梦幻般的绚丽色彩。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绿意盎然，古木参天，一条宽阔河流蜿蜒流淌，河水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悬崖之下，成群的长颈龙低头饮水，河水哗啦啦流淌。天空中，数百只翼龙盘旋，
声音尖锐刺耳。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未被开发的世界。纯净水资源，无尽木材，顶级基因库，比地球还大的疆土，这是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藏啊！他转过身，对着夏青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孩子，你改变了华夏的命运。恐龙头的实证让国家彻底确认异界的存在。当海市深山腹地，地下30米的战略掩体中，夏青坐在会议桌首位，对面坐着李振华将军，两侧是心理学权威、物理学院士、生物泰斗等顶级专家。小林同志，这里是全国最安全的地方，有什么能力尽管展示。夏青站起身，走到墙角的黑色军用战术箱旁，箱子半人高，重约200斤。除了位面门，我还有个随身空间。他闭上眼，收纳。话音刚落，战术箱唰的凭空消失。目前是1立方米，但我感觉随着我对异界的开发程度加深，这个空间会扩大。它可以存放任何死物，并且在空间内，时间是静止的。物理学院士猛地站起身，亚空间折叠，时间静止，这是行走的后勤部啊！100万大军的补给，他一个人就能扛走。夏青在念，放出，咚的一声，战术箱精准落地，与之前的位置分毫不差。李振华从公文包拿出新计划文件，从今天起，你的命就是国运，国家批准成立01特别行动局，授予你少将级文职待遇，家人享受 SSS 级安保，医疗全免，住房分配，子女保送，异界开发收益，国家拿90%用于科研和民生，你个人得10%。夏青接过文件，快速翻阅后签字。李将军，分红我不要，把钱用在战士的防具和科研上，我不想看到任何人牺牲。好，传我命令，星火计划正式启动，第一线检营全员集结，准备穿越异界，插旗战地。轰隆隆的机械轰鸣声震耳欲聋，500名特战队员身着重型防弹衣，手持95式突击步枪，身后背着单兵火箭筒，整齐列队。3辆04A 式步兵战车预热引擎，排气管喷出白色烟雾，工程兵推着推土机、挖掘机等重型机械待命。系统开启全物质交换位面门，坐标1号原始位面。10米宽、5米高的巨大时空漩涡在隔大库中央炸开。李振华拔出腰间配枪，指向光门，声音响彻全场。同志们，门对面是未知的危险，更是华夏的未来。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出发！步兵战车率先驶入光门，战士们紧随其后。夏青和李振华并肩走入光幕。氧含量35%，是地球的1.7倍。在这种环境下，生物体型会异常巨大，植物生长速度是地球的10倍以上。这是天然的高压氧舱。滴滴滴，警报器突然响起。3点钟方向，50只群居掠食者快速接近，速度极快，预计30秒后抵达。众人转头望去，100米外的灌木丛哗啦啦晃动，50只迅猛人窜出，灰绿色的身躯接近4米，这路途锋利辽阔，试图包围队伍。全员戒备，自由开火，给我打烂他们！数十挺95支步枪同时开火，离战车上的30号机咚咚轰鸣，炮弹呼啸着打响人心。每一发炮弹落地都在不少迅猛人飞先飞，碎肉远先飞溅。30秒后，枪声骤停，原本郁郁葱葱的灌木丛变成焦土，50只迅猛龙无一生还，地面上铺满残肢，蓝色血液汇成小溪。这时，地面突然剧烈震动，远处的巨树咔嚓一声被拦腰推动，一只成年霸王龙缓步突出，身长13米，头颅巨大，满嘴獠牙泛着寒光，咆哮震撼无尽。李振华非但不惧，反而向前一步，留着龙皮做防弹衣，反坦克导弹小组给他个痛快。一名战士半跪在地，肩扛红箭负12反坦克导弹，锁定霸王龙头部，目标锁定，发射。咻！导弹破空而出，精准射入霸王龙的血盆大脑，霸王龙的大脑瞬间被摧毁，庞大的身躯僵直2秒后，轰隆一声侧翻在地，龙皮完好无损。生物学院士冲上前，这材质比钻石还硬，提取干细胞，接触溶血，这是医学奇迹。电焊机工作生此起彼伏，基建狂魔上线，工程兵们正在浇筑塑凝混凝土。异界长城快速延伸，模块化房屋10分钟一栋楼封顶，半小时一座野战医院落成，几十台旋耕机排成一列，推平灌木丛掀起飞土地，战士们放下步枪，背起播种器，在这片蛮荒世界播下希望的种子。孙教授跪在试验田旁，看着刚种下2小时的玉米秧苗，激动的泪流满面。黑的流油，没有化肥污染，没有重金属残留。你们看，这玉米已经长到半米高了，在地球至少需要2周。3日后，3000亩试验田长满了超级大豆，密密麻麻的豆荚挂满枝头。轰隆隆，10台雷沃巨型联合收割机排成一字形飞进。后勤官拿着报表，大声汇报：报告首长，3000亩试验田总产量6000吨，亩产2000公斤，
是地球高产大豆的10倍。命令50辆重卡全员出动，目标国家战略储备库，让全世界看看什么叫中国底气。50辆重卡组成钢铁长龙，哐当哐当的驶入时空门，满载着异界的馈赠，奔赴地球。正当李振华看着全息屏幕，通讯参谋快步走来。首长，国际4大粮商联合发布公告，以气候原因为由，暂停对华大豆出口，报价上涨70%，要求美元限结。让他得意，3天后让他。上午9点55分，北京商务部新闻发布厅内，摄像机架满过道，闪光灯此起彼伏，全球资本聚焦于此，都在等待华夏是否向4大粮商低头的答案。史密斯翘着2郎腿，熬夜也没用，供需关系决定一切，他们没货，除了签字认罚，别无选择。史密斯先生，您已经准备好合同了。史密斯嘴角戏谑，涨价70%，这是最后的优惠价。后排国内记者咬紧嘴唇，脸色铁青。此时上午10点整，侧门打开，王部长红光满面走上台，身后2名武警提着蒙黑布的透明保险箱。搞这么神秘，是怕合同被抢了。后台监控室，夏青喝着可乐，注视大屏幕。开始了。王部长调整麦克风，各位媒体朋友，针对国际粮油市场异常波动，今天我们发布重大战略调整。史密斯挺直腰杆，面露得意。鉴于某4家国际粮商单方面违约哄抬物价，我部决定即日起无限期暂停与这4家公司的所有大豆进口业务。全场哗然，闪光灯爆。史密斯猛地站起，咆哮：你们疯了！库存只够3天，想让老百姓没有吃吗？王部长四看小丑，谁告诉你我们库存不够了？王部长拍手，武警掀开黑布，金色大豆在灯光下折射油脂光泽，鹌鹑蛋大小的颗粒饱满紧实。西方记者集体失语，相机快门声密集。这是什么？这是我国最新研发的星火1号特级大豆，蛋白质含量是国际标准的2.5倍，出油率高达45%。不可能，地球上最高才22%，这是塑料模型。工作人员推上透明榨油机，金色大豆投入，清亮油脂快速流出，浓郁豆香弥漫全场。史密斯脸色惨白，瘫坐椅上。首批6000吨金枣入库，5天后5万吨上市，1个月后达50万吨。为回馈百姓，星火1号大豆油终端价下调30%。全场炸裂，记者们疯狂记录。华尔街交易大厅屏幕上直播着新闻发布会，交易员们脸色煞白，键盘敲击声慌乱无章。暴震，大豆期货指数暴跌10%，熔断了，快平仓！4大粮商股价腰斩，市值蒸发3000亿。史密斯瘫坐在椅子上，手机从手中滑落，啪的摔在地上。屏幕碎裂，总部的夺命连环 call 无人接听，他眼神空洞，嘴里喃喃自语：完了，全完。打得漂亮，但这只是开始。芯片、能源、稀有金属，我们还有很多被卡脖子的领域。你的意思是？夏青眼前弹出系统面板，蓝光闪烁。恭喜宿主完成隐藏成就以2指战，获得位面锚点冷却缩减卡 X1，随机科技图纸 X1，国运值加500。系统提示：1号世界开发度达15%，新位面解锁权限开启。吃饱了，我们该搞点硬家伙，给军队升级了。下一个世界，废土。废土？里面有什么？无人机侦察到，那里遍地是废弃机械，藏有高纯度稀土矿脉，还有疑似芯片工厂的坍塌建筑，遍地是垃圾。只要你能开门，哪怕地狱我也敢闯。不用地狱，遍地垃圾，却对我们是宝藏的废土。好，捡垃圾去，把废土的宝藏全部带回来，变成大国重器。两人看向墙上的异界地图，废土区域用红色标记，闪烁着诡异的红光。夏青的手指划过异界地图的未知区域，双船门隐约泛起微光，废土世界的轮廓出现。1号原始位面的星火基地，薄雾笼罩丛林，空气中的高浓度活性粒子正悄然改变着在此驻守的人们。特战兵5公里负重越野，王铁领跑，步伐轻快。副班长气喘吁吁道：“连长，你今天怎么这么快？5公里16分30秒，还负重20公斤。”王铁摸向膝盖，我也奇怪，以前半月板受损因雨天就疼，现在热乎乎的，浑身是劲。不远处传来惊呼，大刘背上的烧伤疤痕竟长出新肉，几乎消失。全连集合，立刻去医疗中心体检。医学专家围着 CT 片和报告，满脸震撼。老教授指着片子：“李将军，林顾问，这是王铁之前的膝盖半月板磨损严重，韧带钙化，这张是刚拍的，磨损的半月板再生了，堪比18岁小伙子的膝盖。”
所有战士红细胞血氧能力提升40%，白细胞活性增强2倍，耐力、免疫力、自愈能力大幅强化。李振华转向夏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系统检测到这里有高浓度活性粒子，灵气浓度 0.8， 虽不能修仙，却是生物进化催化剂，长期生活能打破基因锁。立刻启动龙腾计划，全军特种部队分批来拉练，所有伤残战斗英雄全接来治疗。轮椅上的独腿老兵被推来，伤残战士们看着陌生的基地，眼中满是疑惑。这是国家的疗养院，多呼吸空气，不出3个月，你的神经痛能好，说不定能装一只跑5公里。国家没忘我们。夏青站在高处，系统提示音响起，检测到宿主提升民族凝聚力，国运值+1将，系统升级99%，新功能位面搜索指定项即将开启，推荐关键词废土、辐射、机械。李振华走到夏青身边，体质解决了，该搞硬核科技了，芯片、发动机还被卡着脖子。下一个世界有指甲盖大的电池能让坦克跑1年，有1万倍超算的量子芯片，甚至可能有高达100米的血泪曲数。大屏幕显示 3D 全息地图，西北100公里处有红色盲区。第4架无人机失联了，那里磁场强度是地球几千倍，电子设备进去就失灵，是磁场黑洞。吴教授激动站起，这意味着下面有巨大矿脉，甚至可能是地球没有的稀有金属。组建探险队，我带随身空间直接打包，省得运输麻烦。猛虎特战旅一连全员换装机械装备，3架5只10护航。直升机艰难降落，夏青、吴教授、王铁带领战士们下车，指南针疯狂旋转，重力异常。吴教授用磁铁矿石导航，磁暴中心在那座黑石峰。众人向石峰进发，金属装备越来越沉重，靠近后发现是巨大断层，裂缝中悬浮着银灰色矿石。这是元素周期表之外的物质，常温超导，反重力。夏青伸手握住一块矿石，入手冰凉沉重，嗡的一声，银色波纹扩散，战士们的枪械被吸走，矿石却突然轻如鸿毛。陈博士通讯频道惊呼：这是变质量材料，特定磁场下重如泰山，脱离后轻如鸿毛，着装下能硬抗核弹，让坦克跑法拉力速度。夏青大手一挥，系统全部收纳。检测到高能矿物星辰密银，特性极度坚硬，反重力子性超导，正在收纳。突然轰隆，失去了矿脉磁场支撑，周围的岩石结构开始崩塌，地动山摇。撤，快撤！王铁大声，或者还在发教授往回跑。夏青最后看了一眼，这一趟赚大了，有了这东西，什么航母甲板钢，什么复合装甲，统统都是地点。走，回基地，回去让那帮搞材料的疯子们看看什么叫硬货。夕阳下，直升机编队再次起飞，载着改变世界材料，向着星火基地而去。而此时，在基地的另一端，2号废土世界的大门似乎感应到了能量波动，开始闪烁，警报声响起，隐隐约约，真正的星火战甲走来。星火基地地下3层。国家级材料科学综合实验室，一块从异界带回的神秘悬浮矿石静静躺在防磁托盘里，7位顶尖科学家屏气围观。张光耀院士戴着厚重老花镜，手持游标卡尺，眉头紧锁地打量着矿石。这就是你那说的悬浮矿石，看起来也就是致密度高一点的金属单质嘛。小霞，这玩意儿起码20公斤，死沉的，你说它能悬浮？张老，上一期测就知道了，不过我建议先测硬度。测硬度是基本功。上舵是硬度计 HRC 标尺，金刚石探头。年轻博士生小赵熟练操作仪器，工业级金刚石压头缓缓下降。按照常理，金刚石作为自然界最硬物质，必能轻松压入金属表面。老师，读数不对，压力加到150公斤，压入深度显示为0，是不是传感器坏了？加压，继续加压。小赵手动调大液压法，压力一路飙升至200公斤、300公斤、500公斤，远超普通金属测试范畴。突然一声清脆的崩裂声响起，众人定睛看去，测试仪的金刚石压头齐根断裂，而矿石表面依旧光洁如镜。这怎么可能？金刚石崩了，换激光切割机，我就不信地球上还有切不开的石头。10分钟后，就于切割50毫米航母甲板钢，风速温度达上万度的大功率工业激光切割机被推来，高能光束直射矿石表面，被直接反射，实验室天花板被散射光束烧滋起在黑洞。停，快停，别把实验室点着了。激光关闭，在场专家倒吸凉气。这材料不仅硬度超金刚石，还耐高温，连导热性都诡异至极。这是全新的物质结构。夏青拿出强磁铁。张老，您说它死沉，是因为它现在处于惰性状态，如果在特定磁场环境下就不一样了。看，夏青拿起强磁铁靠近矿石，奇迹发生，20多公斤的矿石突然飘离托盘10厘米。夏青轻轻一拨，它便在空中转圈旋转。这是变质量特性，在特定频率磁场，若内部电子产生反重力场，质量就指数级下降，但物理强度和硬度维持不变。
李振华激动的手颤。也就是说，我们原来10吨重的主战坦克用这种材料只有1吨。张光耀抓过计算器飞快按键，不止5毫米厚就能抵挡世界上所有穿甲弹，用在战斗机、外骨骼机甲上都将是超级武器。实验室瞬间炸锅，科学家们争得面红耳赤，流言乱飞特效。有人说做航母甲板，有人说做深潜器，还有人提议做单兵护甲。同志们，我们被西方卡了一辈子脖子，今天结束了。小赵马上起草绝密报告，通知中科院物理所、高能物理所，把老家伙们都叫来，就算用牙啃，也要搞懂它的分子式和冶炼工艺。张老，您发现了吗？这东西太硬了，切都切不开，怎么做成装备？需要核爆级高温熔炼。地球现有工业体系加工不了，但2号废土世界有拆解废弃新建的高能等离子切割技术，把设备搞回来就能加工星火合金。捡垃圾计划提速，他们不给，我们就开坦克去讲道理。3天后出发，我们不仅要捡垃圾，还要把他们的工业文明整个搬回来。大洋彼岸 ，CIA 总部鹰眼战略分析室，局长伯恩斯敲击着红色绝密文件夹。整整1周了，你们还没查清几百万吨大豆的源头？我们查不到任何运输记录，确实是凭空出现。粮食的事先放一边，看卫星照片。巨大投影屏幕亮起，左眼富士2卫星拍到华夏西北靶场画面。大卫用激光笔指向照片中央。这是 99A 主战坦克实弹射击，前方几百米处的银色石头被125毫米穿甲弹撞击后，弹头崩碎，石头却完好无损。画面中一名瘦削的华夏士兵单手就将那块抗住穿甲弹的银色石头拎起，扔进车斗。这是新型反应装甲。光谱分析显示，它没有爆炸反应，也没有能量波动，就是单纯的硬度至少是金刚13倍，韧性无法估量。2个问题：第一，这高密度材料起码几百公斤，士兵为何能单手拎起？第二，若它不重，为何能抗住穿甲弹动能不飞出去？这不符合牛顿定律。除非华夏掌握了质量可变技术，或者士兵是超人。局长，还有更异常的，1个月内，大夏数以千计伤残退伍军人消失，国内顶尖骨科、神经科甚至古生物学、地质学泰斗都将江海市汇聚。会议室一片寂静，伯恩斯闭上眼睛，随后猛地拍桌，启动鼹鼠，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接近江海市神秘区域。我要知道华夏人到底在搞什么。星火基地 B1区地下格纳库，300名战士身穿重型防化服，10辆步兵战车整齐排列，侦察机器人闪烁着红色电子眼。夏青穿着轻型防护服，提着金属箱。李将军有点讽刺，上次去蛮荒带回来生机，这次去未来却要面对死亡。李振华在通讯频道中声音沉重道：“文明的尽头往往是废墟。战略方案记住了，记住了。A 计划直接搜寻设备 ，B 计划我来应对原住民，我包里的东西在那边比黄金贵1万倍。安全第一，不设探测器报警就立刻撤回，不能损失1个人。”战士们眼神坚定，装备精良的远征队伍蓄势待发，辐射警报尖锐作响，计数器疯狂尖叫，空气中弥漫的重金属粉尘与酸性气体，预示着这是一个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狱。夏青带领30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身着重型防化服，踏入了2号废土世界。王铁通过通讯频道喃喃自语道：“这就是高等文明的下场吗？比恐龙的野蛮更让人震撼。”保持队形，放出无人机，构建3维地图，目标工业区，寻找等离子切割设备。无人机升空散入钢铁丛林。夏青在警卫员的指引下，发现一具半骨半机械的遗骸。突然，废墟深处传来轻微的金属摩擦声。3点钟方向，废弃大楼2层，全员警戒，盾牌上前。战士们迅速举起重型防爆盾，枪口齐抬，激光瞄准点布满大楼。几个佝偻身影从断墙后挪出，他们裹着破烂斗篷，带着拼凑的呼吸器，露在外面的皮肤布满脓疮与辐射斑，身上皆有机械改造痕迹。领头者右腿是汽车减震器改装，手持闪烁蓝光的高能步枪残骸。别开枪，暴力是最低效的手段。夏青推开盾牌手向前迈步，看着拾荒者眼中的警惕、恐惧与极度饥渴，缓缓从腰间掏出一瓶矿泉水，拧开瓶盖仰头喝了一口，随后将剩下的半瓶水直接洒在地上。拾荒领头者喉结滚动，发出呜咽声。夏青又拿出一瓶新水，晃了晃放在地上，做出请的手势。领头者扔掉破枪，冲向水瓶，连着塑料瓶一起撕咬，甘甜的泉水流入口腔。夏青在心中呼叫系统，确认经济殖民计划第1步成功。头领喝完水，跪拜在地，喉咙里传出电流杂音。正在分析语言，已建立翻译模型同步之骨传导耳机。能听懂我说话吗？纯净水，你是来自伊甸园的大人吗？我问你答，回答的好有赏。夏青掏出09式单兵压缩干粮，
头领身体剧烈颤抖。夏青掰下一小块掏过去，这叫饼干。头领接住饼干，直接塞进嘴里咀嚼。神良，大人想知道什么？这片废墟没有我不熟的。夏青拿出等离子切割机图片，这种裂解者哪里有？头领看到图片面露惊恐，这是拆解星舰装甲的设备，只有送葬场才有。那是机械神教的地盘，有失控的主脑和无数清扫者机器人，靠近就会被清理。夏青将剩余饼干扔过去，带路到送葬场外围安全区。头领捡起饼干揣进怀里，点头哈腰道：“遵命，大人。”远征队跟随头领向行进，那里黑云笼罩，巨大黑色的震出，蓝色闪电划破天际。与此同时，江海市街心公园 ，CIA 间谍王建国伪装成退休老人喂鸽子，左手在口袋里按电设备，一只绑着微型传感器的鸽子飞向禁区围挡。刚飞过到围挡旁，消音器气枪声响起，鸽子直挺挺坠落。伪装的无人机迅速抓住尸体消失。王建国后背发凉，喂鸟的手僵在半空。两个黑衣年轻人出现在长椅两侧，封死退路。大爷，喂鸽子呢，飞到不该去的地方了，也该管管吧。啊，你说什么？我助听器不好使。我们有最好的医生治耳背，走吧，喝杯茶慢慢聊。王建国被搀扶着离开。废土送葬场外围，天空阴霾更浓，空气中夹杂硫磺味与臭氧味。王铁突然竖拳示意停止。前方400米，11点钟方向，箭手残骸下有哨兵。夏青调整战术目镜，看到2台4足步行机器人，背部双联装机炮闪烁亮光，头部红色电子眼来回扫视。那是清扫者，没有痛觉，会追杀到能源耗尽。我们绕路吧。只有这条路能过重型设备，不用绕路。无人机传回热成像，机器人核心温度不均，关节热量泄漏，敌我识别雷达每15秒扫描一次，有 0.5秒盲区。电子战小组定向干扰，狙击组换装 EMP， 电子脉冲特种子弹，突击组跟我上。3架仿生扑翼无人机如便以乌鸦般升空，悄无声息滑翔至机器人头顶。高清画面传输至战术终端，3名狙击手无声攀爬垃圾山，架起反器材狙击步枪，狙击组瞄准机器人关节。400米、200米、100米，距离不断缩短，死亡气息悄然逼近。机器人红色电子眼转向钢板，机炮预热发出滋滋低鸣。动手！消音器狙击枪一声轻响，2枚子弹精准钻入机器人传感器头部，高强度电磁脉冲瞬间切断能源，红色电子眼熄灭，机械腿僵直后轰然散落，全程不到10秒，无警报，无反击，废土杀神沦为废铁。拾荒者头领目瞪口呆，神啊，这可是要10几个人填命才能干掉的清扫者。夏青带领大部队上前，2台机器人足有牛犊大小，破旧外壳下藏着工业美感。系统扫描。丁，检测到 C-9 型军用巡逻机器人残存半，核心部件含微型高能聚变电池剩余 34%， 回收价值极高。夏青眼睛发亮，陈博士，不用找电池了，路边垃圾就是宝藏。夏青按在机器人外壳，轻声说：“收纳。”2台巨物瞬间消失于随身空间。走，前面还有更多好东西。穿过外围防线，队伍踏入送葬场腹地。倒塌的星际战舰残骸如钢铁山脉，引擎喷口，断裂剑翼与管道交织成迷宫，水滴声与电流滋滋声交织，危机四伏。注意头顶，地形复杂，随时可能有伏击。尖兵突然止步，打出手势示意全员暂停，指向50米外的冷却池深坑。深坑上方是断半的金属桥，桥对面趴着体长超5米的机械巨犬，装甲厚重，背负电磁轨道炮，正通过电缆偷电充能。是地狱犬，嗅觉能闻1公里外机油味，装甲连火箭筒都炸不开。它连接着警报系统，一旦惊动，整个工业区机器人都会蜂拥而至。夏青从随身空间取出一桶蓝色液体，正是霸王龙血。他对有机生物费洛蒙很敏感吗？是的。夏青递出血桶给王铁，用无人机挂到上风口的通风管道爬，远一点打破它。这霸王龙血的血腥味够他的 AI 锁低系统过载了。无人机吊着血桶绕圈飞行，落地栓塞，浓烈腥甜的蛮荒血腥味弥漫开来。机械巨犬猛地抬头，红色独眼疯狂闪烁，扯断电缆冲向血迹，疯狂刨坑。就是现在，全速过桥。小队趁机械巨犬失控，迅速穿过金属桥，钻入工业厂房入口，成功避开这道致命关卡。车间穹顶1000米高，巨型机械臂垂下，中央反重力船坞中悬浮着未完工的星际护卫舰。布满灰尘却难掩流畅线条。陈博士兴奋道：“林顾问，
左前方2点钟方向，黄色警示线区域能量读数极高。夏青快步跑向操作台，一台2层楼高的黑色设备映入眼帘，8根聚焦磁轨环绕，以作连接粗能量管线。系统鉴定。丁，发现裂解者重型等离子切割阵列，工业级，可产生1亿摄氏度高能等离子射流，对战舰级装甲进行微米级精密切割，状态待机，能源充足。就是它。夏青双手按在机身上，调动精神力大合收，设备瞬间消失，电子音突然响起，红色警示灯次第亮起。警告：核心工业资产非法离线，未授权碳基生物入侵，防御协议激活，级别肃清。地面剧烈震动，入口防爆墙轰然落下，切断退路。车间深处，阴影中传来金属摩擦声。8米高的人形机甲缓步走出，右臂6管速射机炮旋转预热，左臂是合金卡顿与高震荡刀，胸口印着机械标志。机甲右臂抬起，6管急炮射，20毫米平油穿甲弹密集扫射，拾光者瘫倒在地，瑟瑟发抖。是暴君，集重型安保机甲，主脑的亲卫队，我们死定了。王蝶猛扑夏青，将他按进深坑，弹雨扫过，地面碎石飞溅。反击火箭筒，2名战士肩扛反坦克火箭筒开火，货甲弹命准机甲区，机甲周身亮起淡蓝色能量护盾，毫发无损。能量护盾，这就是科技代拆。机甲被激怒，迈步向前，肩部装甲开，露出2排微型导弹槽。还要发射导弹，快散开！导弹挥射，连环爆破光，几名战士被刺入心扉，生死不保。夏顾问，你们快走，我们一排断后，用炸药炸墙开路。不行，要走一起走，机器总有弱点。陈博士，快分析护盾频率。正在分析，需要时间。机甲逼近，高频震荡刀举起，夏青目光扫过滋滋作响的切割机底座的几根粗大的高压线断口，瞬间有了主意。他立马用 M 子弹制造粉色机甲，再将数百公斤的机器人残骸砸向护盾，逼机甲踩上高压线路。蓝色电流如毒蛇般顺着机甲窜动全身，能量护盾剧烈闪烁，随后轰的一声彻底破灭。夏青指着机甲怒吼：“护盾破了，给我打，狠狠的打，把它炸成废墟！”火箭、机枪、预接子枪同时开，弹药倾泻在无盾的机甲身，装甲崩裂飞溅，背对弹药库飞右望，一团巨大火球冲天而起。8米高的钢铁巨人晕了，拾荒者头领从废墟里探出头，目瞪口呆。赢了！人类竟然干掉了暴君，这简直是神迹！夏青靠在墙上大口喘气。快，别庆祝，主脑肯定还有后手，刚才的爆炸只是开始。王连长，用 C4 炸开墙壁，我们立刻撤离。明白，爆破组准备定向爆破侧墙。C4 炸药起炮，厚重的混凝土侧墙被炸开一个3米直径的大洞，烟尘弥漫。夏青被2名战士搀扶起身，目光扫过随身空间，这次捅了马蜂窝，弹值了。有了这台等离子切割机，华夏工业将跨越一个时代。小队迅速冲出破洞，身后车间里突然亮起无数猩红的眼睛，密密麻麻的机械身影从各个角落涌出。滋滋，肃清所有未授权碳基生物。滋滋，数千台维修机器人、自爆蜘蛛与低级巡逻兵组成机械狂潮，踩着同伴的残骸向前涌动。天空中，无数微型无人机如乌鸦般遮蔽阴影，形成上下夹击的死亡包围圈。2排、3排交替掩护，从火力全开，给我打一条路出来。3挺机枪架在岩齿后，构筑起密集火网。冲在前头的自爆蜘蛛被打成零件，炸开一团团火花。机械大军没有恐惧，没有疼痛，继续冲锋，有的甚至抓起同伴尸体当盾牌。连长 ，RPG 打光了，这些机器人杀不完。夏青回头望去，废墟街道上全是攒动的金属头颅。陈博士，我们的侦察无人机还剩多少电量？还剩60%。夏顾问要做什么？全部开启自毁模式，冲进左侧的废弃燃料灌区，制造混乱。明白。天空中几十架飞乌鸦无人机齐齐掉头，如小型导弹般撞向工业燃料储罐，储罐内含硫的高能燃料被放，高温浓烟冲天而起，形成一道火墙。机械大军的传感器在高温下失灵，如没头苍蝇般在火海边打转转。小队趁乱全速前进，不断射杀冲过火墙的零星机器人。3公里的奔跑如在巨域穿行，身后的机械狂潮紧追不舍。中午，前方亮起悠悠蓝光，位面之门近在眼前。到了，是光门，我们安全了。
夏青率先冲破光门，快关闭通道，立刻！双船门迅速收缩，光幕闪烁着逐渐缩小。就在门即将闭合的最后一秒，一只锃亮的机械爪突然穿透光幕，刷了个空，随后被空间闭合的力量整齐切断，当啷一声掉在基地地面上。这是来自2号世界的最后馈赠。李振华将军大步走来，看着满身硝烟、狼狈不堪的夏青与王铁，老将军眼眶微红，重重拍了拍夏青的肩膀：“回来就好。”将军没让你失望。东西拿到了吗？准备好最大的实验室，再让张光耀院士把那块切不动的星火合金拿出来。好戏马上上演。2小时后，星火基地1号实验室灯火通明。这座巨大空间中央放置着合金基座，观察窗后挤满了科学家与军方高层。夏青站在场地中央，张光耀院士带领材料学团队贴在防弹玻璃上。各位，这段时间大家为星火1号核心的加工问题愁白了头。我们地球的工业手段，面对这种反重力强相互作用力材料，确实无能为力。张光耀院士摸了摸脑门，摇了摇头。但这不代表我们没办法。现在，请大家一起来见证来自另一个星球文明的馈赠。夏青大手一挥，出来吧，裂解者！只见6米高的黑色等离子切割阵列凭空出现在基座上，8根磁轨环绕喷口，科技感十足。天哪，这结构那是托卡马克装置微型化版本，他们把可控核聚变做成了通用电池接口。2名身穿外骨骼的士兵抬着50毫米厚的星火合金板材上行，固定在作业平台上。夏青取出微型聚变电池，插入切割机卡槽，嗡，8根磁轨高速旋转，形成残影。夏青按下红色按钮，大喝启动。头发丝粗细的紫蓝色光束从喷口激射而出，温度高达1亿摄氏度的等离子流无声落在合金板上。此前激光无法穿透的星火合金，此刻如黄油般被轻易切割，光束按预设不去贴一切，最后画出一个标准五角星，过程丝滑无阻，没有一丝火花。1分钟后，电池耗尽，光束熄灭。夏青戴隔热手套上前，轻轻一捅，光滑如镜的五角星从板材上脱落，当啷一声落地。实验室寂静3秒后，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老教授们抱在一起蹦跳，喜极而泣。张光耀院士颤抖着捡起五角星。50年了，航母甲板、坦克装甲、空天战机、蒙体，我们终于有了最硬的骨头和最锋利的刀。李振华将军拨通保密电话，报告首长，星火计划第2阶段圆满完成，军工部门做好准备，改写现代战争规则的新型装甲即将量产。庆功宴的喧嚣与实验室的欢呼渐行渐远。夏青独自坐在仓库屋顶，仰望星空，系统面板在他眼前缓缓展开，新的奖励与功能悄然解锁。叮，恭喜宿主完成史诗级任务文明的窃活者，获得奖励2号位面永久锚点已固化，随身空间扩容至100立方米，身体素质全面强化2阶，新功能解锁，科技树逆向解析系统。逆向解析，宿主带回的不仅是机器，更是文明智慧结晶。系统可以辅助地球科学家解析裂解者和聚变电池的原理，实现本土化生产。夏青伸了个懒腰，目光投向远方的城市灯火，嘴角勾起笑意。好戏才刚刚开始。星火基地 B 区审讯室，白炽灯刺眼，15年来效忠西方的卧底王建国缩在椅子上。张处长推门而入，交代吧，兰里给了你什么指令？将海石还有多少下线？指令只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拿基地里的任何样本，哪怕一粒沙子。下线是 CIA 直属的清道夫小队，都是退役海豹突击队员，潜伏在贸易港口。今晚12点，东郊废弃化工厂交接，然后乘快艇撤往公海。这帮苍蝇无孔不入，夏青直接抓捕。夏青把玩着指甲盖大小的五角星合金，直接抓捕太便宜他们了。李将军，兰利想要样本，我们将计就计，让王建国发信号说他得手了，引清道夫来接货。这颗边角料，对，未知的恐惧最可怕，他们不得手会一直试探，可拿到这揭不开、融不化的石头，那种绝望感能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10年。好一招借尸杀人。张处长，执行钓鱼计划，今晚给他们准备一场大戏。深夜23点45分，江海市东郊废弃化工厂，黑暗中几道黑色身影快速移动到制高点，加密频道传来对话：老鹰到位，周边安全。副食到位，撤退快艇已待命。报告，3点钟方向，出租车驶入。破旧出租车停在工厂门口，
王建国提着黑色公文包下车，不停回头张望，神色慌张。确认身份，接触。2名特工从阴影中走出，枪口对准王建国要害。东西呢？王建国打开公文包，露出银色五角星。这是我拼死偷出来的，他们正在批量生产，据说能抗核弹。就这，好沉。队长，这东西密度异常，摸起来冰凉刺骨。收获，任务完成，撤。特工正要带走王建国，忽然数道强光探照灯从四面八方亮起，如同白昼。扩音器嘶吼：“不许动！中国国家安全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东郊废弃化工，该死，是陷阱！鼹鼠叛变了，开火突围，一定要把样本带出去！武警特战队员占据所有有利地形，红色激光瞄准每一名 CIA 特工，枪声刺 CIA 枪声与华夏特战队伍交织，成为激烈的围剿。一名特工冲向快艇，被狙击手击中腿部，栽倒在地。清道夫队长躲在水泥柱后，从怀中掏出防水袋，将银色五角星装入，丢入大海，对着海面大喊：“蝮蛇，接货！”砰的一声，子弹击穿队长肩膀，他倒地却露出笑容。几分钟后，枪声停歇，李振华与夏金从指挥车上走下。报告首长，敌方行动队已肃清，样本被人带着跳海，蛙人正在搜索。没关系，海那么大，总得让鱼儿报信。夏青，你确定他们拿回去也没用？这合金熔点3万度以上，硬度是金刚石的10倍，除非他们能手搓和巨变，否则就是块铁疙瘩。而那种亲近手段也无可奈何的挫败感，比杀了他们还难受。3天后，美国兰利 CIA 总部地下实验室，防爆玻璃后，那颗银色五角星静静躺着，散发着冰冷的光泽。局长伯恩斯焦躁踱步，身后的顶级科学家们早已满头大汗，各类仪器散落一地。首席科学家摘下面罩。局长，这根本不是地球的物质，它的原子结构被未知力场锁死，我们所有加工手段都像用面条切石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华夏掌握了超时代切割技术，他们能切成五角星，就能切成坦克装甲、导弹外壳。在这种材料面前，我们的 M1 坦克、航母和掩体都脆得像纸。伯恩斯手中的咖啡杯摔落。封锁消息列为最高绝密，绝对不能让五角大楼和白宫知道，否则整个美国的信心都会崩塌。他们到底从哪弄来的这些东西？星火基地地下1层，第01号综合测试场座无虚席，李振华、张光耀、王铁等悉数到场。聚光灯下，深黑色钛合金骨架搭配银灰色合金护甲的外骨骼静静伫立。这既不是臃肿的动力装甲，也不是完全包裹的战衣，而是融合暴力美学与超科技的星火 I 型单兵外骨骼。关键部位覆盖的正是让西方束手无策的星火合金，这就是我们的未来。代号星火 I 型扇兵全地形突击外骨骼，动力源是微型冷聚变电池组，续航720小时，装甲层为5毫米星火合金复合插板，搭载智能辅助瞄准系统。谁来试试？看台上特战队员纷纷起立，李振华压了压手。猎豹出列。猎豹翻身跳下看台，兴奋不已。模块化外骨骼自动扣合，蓝色指示灯亮起。猎豹活动球场，好轻，感觉不到重量。现在把处理调到3级战斗模式，前面有辆报废猛士越野车，举起来。猎豹走到4吨重的越野车，双手扣住保险杠，一声大喝，越野车飞轻轻滚过去，稳如泰山。这输出扭矩得有10吨，简直是人形起重机。放下吧，别砸坏地板。接下来是敏捷测试，全速通过400米障碍，不用顾忌装备。猎豹真是一个杀力，地面2米高墙直接纵扫3米猎火，地砖网直接撞穿，动作行云如水，计时定格在38秒，比世界纪录快了整整3倍。装备一个连，1小时能穿插到敌人后方50公里，还能扛着重机枪跑马拉松。夏青挥手示意工作人员推上重武器，力量和速度不够，抗揍才是关键。猎豹怕吗？报告，不怕。射击组就位，目标测试员胸部护甲，单发点射。砰的一声，12.7毫米穿甲烧弹击中猎豹胸口，他只后退半步，变形的弹头掉落在地，护甲上毫无痕迹。我没事。连发，榴弹准备。一枪嘎嘎作，弹打身上，接着3枚弹头榴弹发，火光吞没身影，烟尘散去，黑银相间的身影屹立不倒，井表面被烟熏黑，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夏青抽出一把银灰色战术匕首，走向30毫米厚的坦克装甲缸，抬手一划，装甲缸被轻松切开10几厘米深的口子，切口光滑平整。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将改写战争规则，不管是废土世界的机甲，还是现实世界的航母，在星火军团面前就是纸糊的，他们赖以生存的火力就是挠痒痒。第一批50套外骨骼将在3天内下线。王铁到。
带着你的人熟悉装备，还记得废土的机械神教和猪脑吧？上次我们跑了，这一次你就穿着星火战甲把场次找回。2号废土位面的西北工业区送葬场，一个长宽达20米的巨型通道空间门在荒原上洞开。首先冲出光幕的是一辆经过魔改的99A 主战坦克，紧接着整整10辆一字排开，炮口指向禁区。坦克方阵后，50名身穿黑色星火 I 型外骨骼特战队员踏入。夏青站在坦克炮塔上，所有单位注意，前方进入机械神教警戒区，作战目标推平他们，直捣黄龙。红色光点在废墟中密密麻麻亮起，机械狗群呲牙咧嘴，自爆蜘蛛速速爬行。上次追得夏青亡命奔逃的机械大军，此刻倾巢而出。王铁右臂外骨骼液压杆收缩，扛起大口径转管机枪，开火给老子狠狠的！50名特战队员同时扣动扳机，火舌交叠出过，机械狗在重火力下一脆弱完，中弹即解体，零件飞溅，自爆蜘蛛尚未靠近，便被坦克这炮的高爆流弹放，成片区域被清空。拾荒者头领跪在石头后喃喃自语：神明，这是在屠杀神明！我曾以为不可战胜的机械神教，现在在星火军团面前不堪一击。警告！高能反应，前方出现暴军级机甲，数量3台。废墟深处，3尊8米高的钢铁巨人冲破烟雾，幽蓝能量护盾闪烁，6管机炮炮口泛着死亡寒光。老朋友了，王铁、猎豹，让他们见识下是盾影还是刀快。胜！2道黑色身影从坦克后方弹射而出，如闪电般在废墟间辗转腾挪，避开密集子弹。一台暴军机甲锁定猎豹，左臂合金盾牌猛地砸下，猎豹不退反进。给我开！盾牌即将触身，他的外骨骼爆发数吨爆发力，右手弹出星火合金战刀，一刀劈向机甲膝盖关节，合金机械腿被一刀斩断。8米高的巨人失去平衡，轰然跪倒。王铁高高跃起，战刀直指机甲头部驾驶舱，拿命来！呼哧一声，战刀刺入 AI 核心，火花四溅，机甲红灯熄灭，彻底瘫痪，不堪一击。这就是所谓的暴君。2台幸存机甲陷入逻辑混乱，动作变得迟缓。全军突击，送他们上路。10辆坦克齐射，反坦克导弹呼啸而出，失去优势的机甲瞬间被炮忽视，化为废铁。半小时后，星火小队踩着机械残骸，站在主脑机房钢铁大门前，轰开它！坦克主炮，大门轰然倒塌，众人鱼贯而入，手电光束照亮无数排列整齐的透明休眠舱，舱内黄色浑浊液体中漂浮着插满管子的人类骸。大厅中央，球形全息投影装置散发微弱蓝光，苍老的人类男性声音突然响起：“你们终于来了！”所有特战队员瞬间举枪锁定光球。夏青示意放下枪管：“你是猪脑还是机械神教的神？”“神，我是罪人，是这个文明最后的守墓人。”光球投射出白大褂老人的全息影像，慈眉善目却满是绝望。“我是方舟计划首席科学家0号，外面的机器人是我们毁灭前设定的铁幕防御机制，阻止有机生命体靠近，也阻止里面的东西跑出去。你知道我来自另一个世界，我能感觉到你身上未被污染的纯净气息。告诉我，你们的世界是否向宇宙发出过任何信号？无线电、引力波，哪怕一声呐喊。你想说什么？那就完了，全完了。”他挥手点亮周围休眠舱。他们曾是星球最优秀的精英，他们到来时，我们的舰队如同玩具，绝望中只能启动。方舟计划就是将人类意识上传网络，抛弃肉体躲避猎杀，可我们失败了。被外星人毁灭的不是外星人，意识上传时服务器被未知病毒感染，大部分人变成杀戮疯子，就是你们看到的半机械怪物。我只能封存剩下的人，用机械大军守护5万年，可休眠舱能源快耗尽了。他指向星图某片漆黑虚空，0号，那里有一双死亡之眼，一旦被他看到，你们的文明也会变成宇宙尘埃。那现在你想要什么？带走我，带走这里的数据库、冷聚变、反重力等离子武器，所有科技都给你们，只求你们永远不要向那个方向看。我答应你。权限已交，防御协议解除，再见了，陌生的文明，祝你们好运。全息影像消散，蓝色光球降下，外壳打开，露出量子核心系统收纳。丁检测到强人工智能完整版，包含超时代科技树，2号位面探索度100%。核心消失，机房灯光全灭，外面的机械大军停止运转。5万年挣扎的文明，
终于画上句号。夏青鞠躬，转身把能带走的都带走，这是他们存在过的证明。回去告诉严老，星火计划加速，这个宇宙比我们想象的危险得多。星火基地地下5层，今日却迎来一位灭世级客人，存储5万年文明智慧的蓝色量子晶体。防弹玻璃后，陈博士手心冒汗，李振华将军手按紧急断电按钮。夏青站在操作台前。夏青真要激活，万一他反客为主？放心，我加了底层逻辑锁，他现在是基地首席科研顾问，无授权寸步难行。系统唤醒名号。蓝色晶体爆发强光，亿万数据流涌入玄机投影。白大褂老人的身影浮现，扫过服务器机柜，眼神带着嫌弃。2进位置，硅基芯片，用算盘模拟宇宙大爆炸，这就是你们的算力中心。陈博士脸红欲变。欢迎来到地球，0号，这里简陋但安全，没有黑暗森林的猎人。契约已达成，该履行职责了。我读取了你们的基础物理资料，基础理论扎实，应用转化却全走偏了。0号老师，我们始终搞不懂星火合金的强相互作用力结构，它如何稳定存在？0号手一挥，全息投影不见复杂公式。布置材料学，看你们的可控核聚变。用强磁场囚禁等离子体，就像用渔网兜水，磁面撕裂在所难免。这是唯一路径，不然怎么办？为什么要囚禁？顺势而为即可。全息模型变换，托卡马克装置消失，出现莫乌斯环般的几何结构。利用引力波围绕效应，让等离子体在闭环几何中自然流动，这就是冷聚变核心引力流行约束。放弃对抗，用拓扑性质，原来答案在黎曼几何里，太妙了。星火合金的硬度不是原子核密集，而是原子间隙的电子云被高能场锁死，用特定频率等离子流解锁，它就会变软。记下了，频率参数是多少？稍后传输。接下来开始补课。2个小时里，隔离区变成卡维杜克。0号抛出的每个方案都足以引发工业革命，地球科学家们如饥似渴，笔记本写满1页又1页。全息投影突然切换为空天母舰蓝图，全场寂静。结合1号世界生物资源，2号世界材料能源技术，我建议启动南天门计划。这是空天母舰，5年造出雏形，有我的算力和夏青的空间搬运，3年就能升空。它是一栋工业基地，更是黑暗森林的盾牌。干，掏空家底也要造。0号，资源是天文数字，星火合金库存不够铺甲板，冷聚变需要的重氢提取效率太低。我早有准备，我的宇宙有颗牧场星球，盛产高纯度重氢和浮空石，但它不在2号位面。夏青打开系统面板，3号位面图标闪烁，系统提示：开启条件1000，点国运值已满足，位面预览无尽海洋世界，巨兽横行，深海藏着群星能源。下一个目的地确定了，资源交给我，你们只管攻关制造。南天门计划前置科技是不是该亮个相？下个月珠海航展，银匠刚吹嘘6代机首飞。你想怎么做？夏青指向蓝图中的无人战机，派一架玄女空天战机模型参战，能垂直起降，飞出大气层，做20机过载机动的模型。0号，数据流变为淡绿色，用化学能飞机当对手，算是附件运动呀。有0号指导和夏青搬运，咱们这是要起飞啊！陈博士带队，配合0号攻关冷聚变小型化。张院士负责玄女战机机身铸造，夏青准备开启3号门，为南天门找燃料。蓝色晶体悬浮在磁场中，全息投影的公式仍在闪烁。地球科学家们围着屏幕激烈讨论冷聚变的莫比乌斯环模型、星火合金的解锁参数、玄女战机的设计图纸，每一项突破都在改写人类文明的轨迹。夏青望着3号位面的预览信息，从2号废土的机械神教到0号带来的超时代科技，再到即将开启的深海位面，人类的脚步再也停不下了。这时0号忽然开口：夏顾问，那个眼睛的威胁从未消失。南天门不仅是盾牌，更是人类走向星辰大海的船票。我知道，只有足够强，才能在黑暗森林中活下去。 CIA 总部地下7层，焦糊味弥漫，精密仪器尽数烧毁。伯恩斯局长盯着那颗切不开的银色五角星，怒火中烧，3天3夜，几百亿美金经费，竟连一块金属都无可奈何。首席科学家摘下护目镜，满脸疲惫。局长，这违背物理法则，原子结构被强相互作用力锁死，除非扔进太阳核心，地球没有任何手段能破坏它。
伯恩斯一拳砸向控制台。华夏人能加工它，还切成了五角星。这时，情报分析员急匆匆闯入，地上平板电脑。华夏更新珠海航展展品 ，C 位神秘展品代号南天门，含空天美舰系统，将展示核心战机玄女10机。荒谬，他们连航空发动机叶片寿命都没解决，反重力战机不过是战略忽悠，顶多是个没发动机的模型。好，通知盟友和西方媒体，把玄女吹上天。航展当天，当着全世界揭穿它，让华夏成为军工笑柄。星火基地 B2 区传送大厅，星火基地正紧锣密鼓筹备着一场跨位面冒险。通体漆黑的水滴型深潜器沧海号静静停放，整板一体成型的星火合金外壳闪烁着冷光。准备工作怎么样了？3号位面无陆地，全是液态水，重力 1.5 倍地球，海平面大气压相当于100米深海，无防护瞬间会被压扁，目标深渊留置在3万米深海热液喷口，比马里亚纳海沟还深2倍多。前航员都是蛟龙号、奋斗者号的王牌，签了生死状，说死在异界深海也值。夏青钻进驾驶舱，系统锁定3号位面坐标，开启重力水幕立场。位面之门好拉开，门后不是陆地，而是一堵古蓝色水墙，在立场束缚下颤动，发光生物隐约游弋。夏青对着通讯频道：“李将军，我去给南天门着火，回来炸翻珠海航展。出发，祝好运。”沧海号被履带车推入水墙，噗的一声消失在幽蓝之中。3号位面深度0米，张伟握紧操纵杆，入水确认，这水太硬了，粘稠的像琥珀。李明操作触控屏，重力 1.5G， 外部水压相当于地球300米深处，转向迟滞严重。夏青下潜，目标300米。张伟推下注水杆，沧海号向深蓝坠落，深度5000米，窗外陷入暗黑，探照灯光中，无数白色絮状物缓缓飘落，反射着冷光。李明贴近舷窗，那是雪。0号数据流接入，是硅基为生物结晶，堪比刀片，别撞上去。话音未落，一片海雪擦过舷窗，发出清脆撞击声。张伟微调航向，这哪是雪，是漫天飞刀。雷达屏幕出现锯齿状阴影，前方有障碍物，像建筑群。潜艇逼近，水晶森林映入眼帘，数百米高的透明晶体柱，内部流动银白光点，枝桠挂满发光子球，忽明忽暗。别碰那些紫光，是诱饵。一只岩石甲壳生物被吸引，触碰光球瞬间，晶体树枝弹起，尖刺贯穿生物，光球变红，抽取体液。几秒后，生物化为干壳飘落。这里是深海屠宰场，深度15000米，越过水晶森林，地势陡然下降，水温飙升至80摄氏度，低频声波穿透潜艇，引起内脏共振。李明捂耳弯腰，声呐过载，有东西在叫。张伟关掉主动声呐和光源，沧海号化作黑石悬浮，借助暗红地光，一只巨物从头顶2百米处流过，瀑布布满寄生发光体，掀起暗流。是利维坦巨兽，跟星际战舰一样大。5分钟后，巨兽远去，两人大口喘息。刚才开着灯，我们就是牙缝残渣。深度32000米，海沟底部，地壳裂缝中流淌着金蓝色深渊流质，聚集成发光湖泊，气泡升腾释放能量。找到了，南天门的心脏。机械臂伸出，磁约束取样罐打开，岩壁上的金色石头突然睁开眼睛，竟是成千上万只巴掌大的食能甲虫。是食能甲虫，被惊醒了。抛射诱饵弹，2组高能锂电池子司机，蓝白色电机炸缝，甲虫化作金色旋风就向电池局。快撤，他们很快会发现骗局。张伟不退反进，富贵险中求。机械臂逼近流质，取样勺张开，还有1米，电池组光芒在减弱。给我进来。取样勺触碰到金蓝色流质，瞬间盛满。此时，金色旋风调转方向，疯狂扑向沧海号。他们回来了，护盾已经被啃噬了30%。拉升，全速撤离。沧海号尾部怒柱爆发出强光，在深海中划出一道金色轨迹，身后是紧追不舍的食能甲虫群。雷达屏幕红得刺眼，李明的声音带着哭腔：“他们发现了，快关舱门！”机械臂猛缩回，收纳罐咔嗒锁死的瞬间，张伟嘶吼着拉起操纵杆，动力全开，上浮。尾部喷口爆发出湛蓝湍流，潜艇像离弦之箭从虫群缝隙中弹射而出，巨大的过载把两人压在座椅上，甩不掉，他们速度太快了。送他们份大礼。张伟拍下按钮，释放液弹冷冻罐。呼，白色极寒云雾在尾部炸开，冲在最前面的甲虫瞬间冻僵，形成一道冰墙。夏青攥紧拳头，看着雷达上的红点逐渐拉开距离，直到彻底消失在深海。当沧海号伤痕累累地穿过传送门，整个星火基地 B1 区陷入死寂。原本光洁的外壳布满抓痕和凹坑，尾部推进器的深沟触目惊心。李振华将军第一个冲过去，扶住相互搀扶的张伟和李明，声音沙哑：“活着回来就好，活着就好。”夏青站在人群后，
对着他们的背影深深一鞠躬。这份荣耀属于战士，而我的战场在实验室开仓。此约束罐被取出的那一刻，张光耀院士几乎是扑了上去，脸贴在铅玻璃上，声音颤抖：液态的恒星，这色泽，这能量波动，叶青在他面前就是劣质煤球。张老，别耽误时间，玄女还在等她的心脏。地下3层 SSS 级车间，几百盏无影灯照亮了那架黑色造物。玄女空天战机浮在钛合金支架上，夏青和李振华站在观景台，看着科研人员进行核心加注。老将军的手一直攥着栏杆。小夏，我当了一辈子兵，从歼5到歼20，我们一直在追赶，在别人的技术封锁下咬牙切齿。每一次航展，看着老外不可一世的眼神，我都憋屈得慌。点火倒计时，3、2、1，嗡！战机表面亮起淡蓝色光带，沿着管架蔓延，尾部矢量喷口喷出一圈幽蓝色的离子光环。45吨的战机轻轻颤动，起落架缓缓开地面，违背物理常识的悬停在半空。车间里鸦雀无声，李振华猛地攥紧栏杆，指节发白，许久才挤出一句：“它飞起来了。”是的，它飞起来了。夏青看着那架战机，仿佛看到了珠海的天空。将军，3天后才是真正的南天满开。2天后的珠海金湾机场，潮湿闷热的空气里弥漫着躁动。C 区被黑色围挡封锁，迷彩帆布下的玄女只露出起落架轮廓。几个西方人坐在外面指指点点。领头的美国驻华武官史密斯上校摘下墨镜，语气不屑：“我的跟木乃伊似的，怕见光死。”旁边的 CIA 情报员低声道：“卫星显示他是用卡车拉来的，没有特殊安保，也没燃料车跟随。”我就知道是模型。史密斯嗤笑一声，对着记者大喊：“先生们，明天见证华夏人的道具表演，他们做模型确实有天赋。”哄笑声传来，李振华的拳头捏得咔咔响，正要冲过去，被夏青拦住。将军，别生气，狗叫得越凶越心虚，他现在笑得有多开心，明天表情就有多扭曲。可他们太嚣张了。嚣张好啊，打脸要在对方笑得最大声时动手，才最响亮。最后检查一遍玄女的状态，明天早上9点，咱们准时开门迎客。走进围挡，看着帆布下的玄女，李振华突然问：“小夏，你说他们会不会搞破坏？”夏青刚要回答，通讯器突然响起，工程师的声音带着慌张：“夏顾问，不好了，刚检测到玄女的反重力引擎参数有异常波动，像是被某种未知信号干扰。”夏青心头一沉，快步走向控制台，屏幕上的参数虚线剧烈跳动，而远处的围挡外，史密斯正对着手机低声说着什么，嘴角挂着阴笑。大家请看，这就是所谓的南天门展区。CNN 记者对着镜头夸张的耸肩，用卡车运输的空天战机，这种复古操作更像是公关噱头而非军事突破。史密斯坐在 VIP 看台，放着冰镇矿泉水，对身旁的 CIA 特派员嗤笑：“放松点，我们今天就是来看戏的。华夏人想演星球大战，我们就帮他们捧高票房，这样才摔得更惨。还有3分钟，标题我都想好了，华夏航展的塑料玩具。”与此同时，航展指挥塔台内，李振华将军望着下方人山人海。夏青顾问，飞行员雷鸟状态如何？直接实机演示，风险太大了。夏青轻指雷达屏幕参数：“将军放心，雷鸟是全军特级式飞员，飞控系统也是有0号 AI， 直接写入，就算飞行员失能 ，AI 也能完成演示。”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屏幕上史密斯的身影，而且只有让他们亲眼所见，才够震撼。广播声突然响彻机场：“女士们、先生们，星火工业集团研制的玄女空天战机验证机即将亮相。”喧嚣瞬间静止，所有镜头、所有目光全聚焦在那片迷彩帆布上。揭幕，当那架通体漆黑、无尾翼、无进气道的水地形战机暴露在阳光下时，现场陷入死寂，随即爆发出西方记者的哄笑。上帝啊，这是什么？实心铁坨子，没有进气道，靠光合作用飞行吗？连气动布局都不符合常识，飞起来就得打转，太拙劣了！通知国内不用浪费情报经费在这项目上。嘲讽声中，塔台内的李振华握紧通讯器：“雷鸟，不要管外界声音，按计划点火。”座舱内，赵刚深吸一口气，指尖在全息屏上操作：“核心反应堆解锁，磁流体循环启动，反重力引擎预热。”嗡！低沉的颤鸣声穿透机场，就见战机表面亮起淡蓝色光带，沿加蔓延着。尾部环形喷口不见幽蓝色离子光环。下一秒，45吨重的战机没有助跑，没有滑行，在蓝光托举下安静悬空在10米高空，俯瞰着下方石化的人群。反重力，这不可能！牛顿定律失效了。现场死一般寂静，
塔台内，夏青对李振华轻声道：“将军，再让他们听听什么叫龙吟。”雷鸟收到。半空中的战机骤然加速，化作黑色残影冲破鹰帐，鹰暴云在高空炸开。仅一眨眼，它已化作黑点冲向万米高空，速度飙升至8马赫，高度3万米，速度8马赫，核心反应堆输出功率15%。播报员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颤抖。15%功率就8马赫，装备部那帮老家伙怕是要以为雷打坏了。大气层内阻力太大，玄女不敢全速，到了外层空间，全功率推进可达第2宇宙速度，它就是星际飞船。机场上，欢呼声、快门声掀翻纸棚，国内军迷热泪盈眶，挥舞着5星红旗。这是全息投影，是视觉欺诈，不可能是真的。可那是实打实的音爆。就写报告说，疑似新型火箭助推有严重续航缺陷。就在这时，夏青看向李振华：“将军，让雷鸟返航吧，低空悬停50米，给外国友人们一个近距离观察的机会。”李振华哈哈大笑，接通通讯器：“雷鸟返航，进场高度50米，让客人们好好看看。”黑色战机从云层中腾升，悬停在4区展台上方，庞大的机身投下阴影，恰好笼罩住史密斯。近距离看去，战机表面浑然一体，无任何拼接缝，那是令美方忌惮的新机。起落架轻触地面，幽蓝光环熄灭。赵刚摘下头盔，走下登机梯，对着指挥塔台敬了个标准军礼，脸色苍白却眼神桀骜，那是8倍音速过载后的痕迹。现场欢呼声再次爆发，红色国旗汇成好人。史密斯踉跄着冲向停车场。塔台内，通讯参谋请示：“将军，史密斯在打加密电话，要不要切断信号？”不必，让他把恐惧传回去，只有让他们慌了，才会做出错误判断。你是说，如果美方发现 F-22 NGAD 在玄女面前成了废铁，他们会急于证明霸权。如果他们调动舰队、军事演习，企图用数量弥补质量差距，这正好是我们给新的蓝鸟准备的舞台。为什么观众们看完视频都不投币啊？因为他们不知道投币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吧？那你给我说说看。1个币等于10经验，6级轻松拿到手。